这两个柜子是被接在一起的，这就是非常非常忌讳的事情。你把它接在一起，代表你不能独立拆施工图，你也不能够独立去解决后续的一些延伸问题。所以我们先知道一下，当这个地方如果是独立的，合二为一的时候，会有施工图无法顺利修改的状态，也不能够有效拆解图说跟模型。所以我们要怎么把它给拆到可行？我们就来看一下，你要把它拆出来嘛，因为现在毕竟它是结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两个桌子都可以。其实理论上来说，桌子是要合在一起，但是我们先复制一张。复制完之后呢，我们再编辑一次。我们先把这一块都拿掉，确认这边都没有了，只剩下这一块的。好，这是独立一个。然后有个事很重要，我们去找一下名称，不需要命名一下。不是说我今天把它给拆掉就算了，因为你拆掉之后，你现在不知道什么是什么，其实是相当危险的。所以我们要去找一下它的柜体，这是冰箱柜嘛，就这样子。但是可想而知，第一个就要 3D Work One 了。那这东西不是只有单一个人在这样做，其实很多人在建这种模型，到后期的时候，他都会觉得我应该是这样做就好了。可是事实上，这样会造成很多后续的麻烦，因为你图根本没办法拆在一起，而且你也找不太到。这个是算是吧台柜。好，所以你看这两个分区已经有了。那我现在这样做的时候，这个名称你要一起走下来，因为它这个其实是个群组，你要把它走下来，不然你一开始做它就跟着往后走。那这样子它就清楚很多。那这样子还有个什么特点呢？我可不可以在这边选取这个实体？看到没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主轴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去选取它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它可以移动这个东西，而且它可以拿走。那如果这边还有，就代表这一段还有一些东西没有被删掉，那我们把它删掉。这是个基本逻辑，你不这样处理，所有事情就被搅在一起，它不是有资讯的流动，它也没办法被整合在一起。你要去做修改、做调整的时候，比如说客户说我不喜欢这个五金，你就要再开别的东西回来弄这个东西，其实是个相当麻烦的事情。所以，任何的构件，我们都可以透过这地方来去选取它。这一块现在有了，组合上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有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往前进了。那我们现在示范一下。你的排图，假设我们今天要做施工图，我们要做冰箱柜，你这边的这个分类，我们还没有做整个处理嘛，所以冰箱柜的这个东西，我们就开始要去做它的区域分类了。譬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分类，我们要讲这个 A1、A2、A3 嘛，假设厨房应该属于 A2 好了 ，A2 这个应该属于之2，那这个是属于我们刚刚说的厨房嘛，厨房冰箱柜。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呢，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东西，其实是被延伸到这边来的，你不用重打字。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你本身的名称就是对的。我所谓的对的，就是你看它是其实跟你这个有关的，你刚刚根本不用打字，你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图，你就直接这样子贴上就可以了，那就出来了。好，所以我们回到刚刚那个柜体嘛，这柜体呢，它一定会有个 3D 嘛，这 3D 我们都知道的，所以 3D 在工作的地方的时候，这其实也是我在看这个档案常常感受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厨房的区域它没有个主次之分，这是原始跟烟囱造型，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可是其实厨房应该有个整个完整厨房的内容，就是它就是有一个厨房，就是专门叫厨房。你应该在做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要这样子，就是我在这边就有个很详细的厨房在这个区域。那现在这个东西看起来是有分阶段，所以导致这个状态，我们把基本上就把它开到后面一点点。厨房在这个地方，所以现在这是单纯的厨房。厨房就会有个单纯的厨房 3D， 不做处理，它只做寻找，只做找寻跟确认。我们不在这边做调整，因为这是等导透视图 3D 区域的图都要做的事情，然后比例可以先拉大一点没有关系，方便你去处理。接下来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东西，在这里我们复制一下。我们刚刚不是有个名称吗？对不对？这里对不对？你看我贴上就有了，所以我现在厨房冰箱柜这一块，我就很清楚的把它截到这个地方来。然后注意一个点哦，这个点超级重要哦。你这样截过来是遇到问题的，说我这样截过来还是连在一起的，对不对？如果照你原来那样做的话，会怎么样？你是不是接在一起了？因为连在一起的时候，
会被直接连在一起切图，所以你可以直接独立隐藏它的时候就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单纯讲这个柜体嘛，我不做别的柜体的说明嘛，我就单纯只讲这个柜体。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我就可以清清楚楚的只讲它，这样才有机会，然后我把这个地方也可以藏起来。不然很多人不了解说这个3D Work 要讲的事情是什么，他要讲的目标其实是帮助你去让你的厂商在施工的时候很清楚的知道他要干嘛。好，我们把剖面框抓出来之后，就可以找到这个区域。那我们知道有1号了，那现在1号之后，我就会有2号嘛。那2号的模式就在这边直接走就好了。那我就可以切到这一端来，然后再把它交过来。好，所以这2张图其实是可以辅助我们去讲我们的图说的。那这边有个事情要注意一下哈，就当我们这样剖完之后，你的剖面如果想要这样走，你现在这张图你要去判断谁主谁从。我们要做一个动作，这张图转，让它变角度，好，2项都可以，都行。但你必须要把主从关系先搞定，你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忽略掉，因为你主从关系没有搞定的话，在视图的人跟沟通的人就会变得相当不容易。所以这份图的初期在讨论设计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这样沟通。接下来的平立谱都才好排。刚刚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在这张图上面去做所谓的新的剖面图，就会长这个位置。好，那这张图现在看不到这个剖面图没什么关系，我们现在就把它先叫出来。这条线现在它的名称就叫剖面3。我们这一段主要是要讲的是，当你把这个剖面剖出来的时候，它的命名很重要。也就是说，假设这边都没有出来，因为有些同学他一开始在做这个事情，他就并没有把剖面做什么分类。那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跑到里面去，所以通常这是用剖面的基本的指针去抓的。那这边我要做个动作很重要，就是这边其实是一个厨房的区域的冰箱柜的剖面。那这个冰箱柜的剖面，这个属于它这是外立面。那这边重点来了哦，这张剖面在这里，对不对？你在这个地方按住 Ctrl， 往内拉，然后翻转。你注意看，这边已经变成是一个直接名称命名。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这个事情？我希望大家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你在命名的时候不要觉得很无聊。不，它一点都不无聊，只是你不知道它的好处在哪里。所以当我这边有个内立面、外立面之后，我要干什么？我再按住 Ctrl， 再拉动一下，我转个角度，这时候我剖过来，你就完完全全可以看到这是它的一个剖面了。所以这边就改剖面就好。好，这样这3张图已经好了。那其实，在刚刚我在做这3个动作之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我如果先把第1张图完成了，比如说外立面先完成了，我先处理这一张图，在这个地方。我只处理这张图哦，我不处理别张图，我先处理这张图，那我在这里。那我刚刚是不是说过了，这东西是可以先隐藏的？还有几个方法啊，我们先把比例先拉出来。像这种图通常要拉到20或1/30哈，先抓1/30好了。好，那这个当然就不需要存在了。好，你看哦，这张图，我们这张图现在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因为设计的关系，天花板看起来有点问题，必须要重修它。那这个都是帮忙自己检视的好方法。但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远端裁剪这个事情啊。就我现在不要裁这么多，我假设我只要看到这个立面，不要看那么多，我抓个30就好了。你看看，它就基本上什么东西都不见，这个烂地带就不见，你就不用再去隐藏这么多东西。这个是另外一个观念，就要去理解的啊。那刚刚这个剖面剖刀呢，剖刀是里面的状态，因为这边其实是一个大门片，里面要放层板收纳嘛，所以这个是大门片的这个处理方法。那你看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地方的顶部，这边就可以检视到你画的图对不对？因为你看这边有高层嘛，假设边边是234好了，应该就在这地方，然后这一块应该就是236 ending 到241。刚刚说的 key 在这里，你这张图应该是要这样做完，再去做后端会比较好用一点。因为我这张图弄完了，我的剖面其实应该剖线应该是长在这边这样子的，然后我这2张图先不急着弄，不要像我刚刚那样子弄，你其实可以这样做，这样子拉完之后，你已经有个完整的图了，再这样拉，你看这个的内立面你改的图是容易的。你看这边的内立面就有了，冰箱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的冰箱，我们在实际上来看，为什么刚刚你那个地方的关系在这里？我们现在就发生问题，对不对？没关系，
因为在传统在做设计的时候的人，他还是会比较偏向于看单向图，这也是为什么用 BIM 好处的地方，因为它可以帮你延伸多项度嘛。所以这边我们转90度过来看，我们这样比较能够看出它刚刚那个地方为什么会有高差的关系。所以这块板，你看它其实事实上它应该也受到这个底部了。那这个东西它会有一些五金上的一些小细节，我们再继续处理。这个顶板它其实有块顶板的，顶板其实是要做出来的。然后这应该是258的一个收头，然后这块板刷到这边来，那其实是装饰板型的东西。我看到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马上就意识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应该是材料设错了。理论上来讲，这个材料是同一种，这边也应该会是同一种，才会变成一样的东西。所以为什么 pattern 这么重要？我常常进来说，哦，很多人嫌我很烦，说这个为什么现在就要设？我说设这个东西不是为了只是让你看看好看不好看，它跟什么有关？它跟你的联动有关。你看这边你有设这个 pattern， 你就知道它的关系。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知道美奈板就某种色彩，没问题啊，你给它美奈板一点色彩有什么关系？可是美奈板全部都是绿色的形态，你只要这样设完，大家就可以判断出，哦，这块肯定是美奈板。当我弄错的时候，我是看得出来的。还有，通常这个柜体在这边已经是下来了，比较好开。那你要不要做一些细节，做斜角？可以继续做，但我觉得是施工图的时候做。然后你看，刚刚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这块板它是不是有一些联动关系？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过来看看，刚刚这块板是不是没有被切出来到我们要的位置，顺便可以检视。好，所以冰箱要不要弄出来？冰箱应该要干什么？这个地方你先看一下它材料什么东西。它现在叫做家具，这冰箱是家具也是明显的错误。冰箱怎么可以是家具？冰箱不能是家具。所以冰箱会是什么？它会是什么样的东西？电器设备嘛。所以我们先把它改成电器设备。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在 VB 里面去处理电器设备。在这张图上面，我给它透明度，然后我给它表面的这个线，我给它一个特殊的颜色的线，我让人家知道说这东西不是一个明确的东西，这样是很清楚。你要记得，在呈现图说上面这个模式，你一定要常常的跟自己讲，图能够在现场帮设计者站说，而不是只会说服客户。OK， 那今天就先到这边来，希望这样可以帮助大家在做设计运用这个 Revit 的厘清的角度，更多的一些细节可以早点把它拿出来呈现。